如何在守备森严的大本营干掉敌人呢？敌人们每天都有严格的日程安排，不会落单，而且四周还有魔眼实时监控。满谷和冷风直皱眉头，他们俩完全想不出任何办法。范哥，这个咋办啊？你却呵呵一笑，你们附耳过来，只需要…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？接下来请看第一阶段，你们先大摇大摆走进公共厕所，神赐称号秩序的星辉，启动。面容神圣，此地属于公共区域，我代表秩序颁布律法，此地禁止随地大小便。这都行啊？可是凡哥，这个技能不是要围绕基本秩序展开吗？他知道这个称号听起来很 bug， 但实际限制很多，例如不能颁布有歧视的规则，不能颁布离谱的法律。你一摊手，公共场合禁止随地大小便，很符合最基础的秩序啊。已知公共厕所等于公共场所，所以这很合理。这都行啊！这一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的痛苦教徒们全都痛苦的便秘了。因为军事化管理的关系，每天中午就这么15分钟上厕所时间，但他们到了以后就是拉不出来，好难受。15分钟以后，查寝的铃声传来，无数密教徒们一脸懵逼走出来，他们相顾无言，却也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的难言之隐。也许只是今天的状态不太好。你耳边又传来提示，你引起了痛苦母神的注意。你十分无辜，我一个光辉教廷信徒，关你痛苦母神什么事儿？用的秩序的手段，不是应该引起秩序的注意吗？行得端，坐得正，痛苦母神什么的，别来沾边儿。洗把脸，准备离开。这时，一个男人从隔间走出。萧凡，这是你的名字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齐剑宇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不必和我伪装。你的真实身份已经被我看穿了。你眉头一皱，难道是我那引人注目的身上气息暴露了自己吗？不对劲，这人是在诈唬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齐剑宇冷哼，你若再这样否认，便是在侮辱我的智慧了。我拒绝这般轻蔑的侮辱。我说了，我已经看穿你的身份了，小凡。像你这般邪恶堕落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像白天里的蟑螂那样出众，那般鲜明。你那深邃而黑暗的气质，已经将你彻底暴露了。凑上前来，你就是刘阳光第一小队的士兵长。这哥们儿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看到你茫然的反应，他心中评价又上一分，不愧是刘阳光士兵长，即便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能完美扮演迷茫懵懂的少年模样，特别是那清澈中又透露出几分懵逼的眼神，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事实上，你的确比较懵逼，原来不是装得太差被人发现，而是装得太好被人当成领导了。既然如此，声音缓缓低沉，冷哼一声：“你是怎么发现的？”齐剑宇同样嘴角打勾，起初我还有所怀疑，但就在刚刚，我完全确认了你的身份，因为我感觉到了伟大的原初痛苦，他的目光在你身上短暂停留，只有那神选之人、至恶之徒才能吸引牧神的目光。脸色一沉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打破我的计划？齐剑宇强装镇定，我并不想直呼您的名字，只是情况有变，一切都太过突然，太过紧急，而且我选择您，那是因为只有刘阳光士兵长才值得信任，别人我都会担心走漏消息。你竖起耳朵，他神色认真，这件重要之事，您必须保证，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。齐剑宇深吸口气，那件突发的紧急事件便是我解决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没有灵感了，本想起身就走，然后我发现我忘记带纸了，您能借我一点吗？你他喵！堂堂痛苦教派智囊被手下发现上厕所忘了带纸，传出去很丢脸是吧？摊开双手，抱歉，我也没带。齐剑宇神色更加坚定，既然如此，请稍等。转头走回隔间，不一会儿对着水龙头疯狂洗手，好像要将手皮都搓掉一样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还请刘阳光士兵长不要外泄。好，齐剑宇放松了，尽管相当丢脸，但只要是刘阳光士兵长知道的话，倒也不是太难以接受。他毕竟是个很靠谱的男人。可下一秒，一个声音从隔间传出，其实已经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伴随门扉开始打开，满狗从一个隔间中走了出来。这种事情其实很正常的，我也经常会遇到，你知道的。你也不想这种事情被教官知道，对吧？齐剑宇冷汗直冒，这是您二位知道的话，倒也没什么。就这时，附近的魔道广播突然响起：紧急求助，紧急求助，请公共厕所附近有指教徒注意，请到第1层第14个坑位。痛苦之蛇齐剑宇需要好心人的帮助，他蹲坑忘记带纸了，他蹲坑忘记带纸了，他蹲坑忘记带纸了。广播重复3遍后才缓缓停止，厕所内一片寂静，三人都沉默了。齐剑宇浑身颤抖，这是谁干的？你和满谷立马神圣切割。不知道，估计是不认识的路人干的。没错，在不小心听到齐剑宇忘记带纸之后，最靠外的隔间里呆着的冷风双眼一亮，马上冲了出去。作为一名骄傲而谦逊的贵族，他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乐于助人的机会。齐剑宇满脸通红，他刚刚张嘴，厕所大门轰的一声被撞开，来的正是他们小队的队友。队长，纸来了！齐剑宇心如死灰，这一刻他
他已经知道他的人生结束了。当晚，熄灯前的密教徒们纷纷传起一条新闻：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建宇今天蹲坑没带纸，据说还是他手下送过去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建宇手下也没带纸，他今天是用手指解决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建宇今天蹲坑忘了带纸，他手下也没带，齐建宇是用他手下的手指解决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建宇想从痛苦中获得快感，上厕所故意不带纸。教官寝室中，一名教官哈哈大笑：我听说你们那个连队的齐建宇在厕所用纸插嘴，这家伙不是我们连队的。第二天，你睁开眼收到了播报：痛苦母神再次关注了你，首次击杀痛苦之蛇第2小队队长。二阶术士齐建宇放弃资格，主动退出副本，返回原世界。贡献者：萧凡50%，冷风40%，芒果10%。与此同时，正在集结军队的正道圣徒们集体懵逼。这什么情况？他们的地图都没探索完，怎么就有人手杀了？而且好像是自杀。那萧凡不是没进了副本吗？正道阵营这里也没看到他们仨呀。另一边，你们在午休时间提前来到厕所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文明标兵，自然不能容忍在公共区域随地大小便的行为，必须狠狠监督这些密教徒，纠正他们错误的行为。秩序的新徽颁布律法，此地禁止随地大小便。嘴角一歪，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，床上不能有人，水池里不准有水，厕所里自然也不能随地大小便。这正是作为一名新世纪学子的基本素养。这些异世界蛮子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很快，厕所隔间里响起阵阵悲鸣。比便秘更痛苦的事情就是连续便秘2天。本就身处高压学习下的密教徒们又遇到了这种痛苦之事，不少人差点就当场发疯了。听说今天早上的齐建宇就是因为便秘才自杀身亡的。密教徒们在厕所实在拉不出来，不知道啥原因，结果被木塞堵住了一样，有神秘力量让便意全无啊！结果当他们一脸崩溃走出厕所15米开外后，肚子里又开始翻江倒海，连忙以100米冲刺速度回来，但一推开门，那感觉又如潮水般退去，只剩下一阵空虚。这奇特的寸质感真的要让人抓狂了，难受了吗飞？究竟是他们有问题，还是厕所有问题？与之相对的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的生活相当规律，清早晨头跑操，白天学习痛苦秘籍的理论知识，下午和晚上进行实战训练。很快还学到了2个技能，一个是血影，可以暂时把伤口转移到自己影子上；另一个是血流，可以为某次攻击附加流血效果，使攻击部位流血不止，持续10分钟。而在遭受了好几天的折磨后，密教徒们的脸色都凄惨的可怕，逐渐开始变得蜡黄。这种诡异的神秘事件已经慢慢衍生出都市传说，在学生间开始流传一个说法：厕所坑中的蛇。不久前，有个叫齐建宇的学长，因为常年便秘的痛苦，自杀死在了厕所里面。死后便化作了蛇状鬼魂，潜伏在坑中。那阴冷恶毒的眸子死死盯着上方，他平等的诅咒每个正直而善良的密教徒们，让人们饱受痛苦的折磨，以满足他那扭曲邪恶的灵魂。没多久，关于厕所的谜团和诅咒被人联名上报给学校。很快，军团长派遣一名3阶教官来调查此事，结果却很遗憾，教官既没有调查出任何诅咒的痕迹，更没有发现什么厕所坑内的蛇这等古怪的鬼魂，甚至还专门带了检测魔力痕迹的魔法道具来看看是不是魔法的效果，或者是正教徒们的手段。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发现。除了这些，那就只有是神子称号在搞鬼了。但哪个神明赐下的称号效果会让人便秘呢？厕所是神吗？不要随随便便怀疑我们高阶教官的智商好不好？要为逼疯的密教徒们要求教官亲自在厕所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其中的诡异之处。但你的神赐称号有一个限制条件，只对阶级不高于自己的存在生效。你是2阶，教官是3阶，所以当教官一脸清爽走出厕所后，密教徒们都绝望了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最后，教官更是上交报告，功课少了导致了便秘。非常科学。军团长大手一挥，将密教徒们的休息时间往后延了1小时，再将每日作业加倍，果然有效解决了学生们的便秘难题。因为学渣没时间去厕所了。过了几天，你发现密教徒们表情恢复正常，好像都得到了释放一样。满谷脸色难看，范哥，文明标兵行动失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嘴角一歪，错，计划并没失败，只是文明标兵行动进入到第2阶段。第2阶段，没错，就是暗杀。我们曾讨论过一个个暗杀掉密教徒，但这个计划被我们否定了。冷风兄，你知道为何吗？他脱口而出，学校的主要区域全是魔眼监控，密教徒们又成群结队，根本无法下手。等等，你是说？没错，你如果去外面解决个人卫生，会选择在有监控的地方光明正大的做吗？更何况，这如果要是被监控侦测到了，
是要违背校规，要被看手指，所以他们不会选择在有监控的地方，那就只能在学校后山，那里荒无人烟。看向满谷，那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去野外解决个人问题吗？他连忙点头，一定会分散开来。你露出笑容，那现在他们分散开来，主动前往荒无人烟、没有监控的后山，这不就是我们暗杀的最好时机吗？满谷和冷风同样露出笑容。一个男人最脆弱、最容易被偷袭的时刻，便是他蹲着上厕所的时候。这就是文明标兵计划的完全体嘛！不愧是校范老大，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当天黄昏，有个密教徒哼着小曲儿蹲下准备释放，他已经忍耐了整整一天。再强大而邪恶的密教徒，在这个时刻都脆弱的犹如一个婴儿。你做出手势，满谷提起法杖砸向敌人头顶，一声闷哼，这要张嘴求援，冷风马上窜出，将一个奇怪布料堵在他嘴上。随后满谷又是一法杖敲下，意识消散前，他死不瞑目看着你们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声音：特喵的哪来的畜生，竟然在别人上厕所的时候偷袭！真是一场神圣的对决啊！诸位太阳县族也想必会为我自豪吧？冷风点头，今天的第一个猎物萧凡兄，你来这里没问题吗？公共厕所那边不需要守着？呵呵一笑，下了绿令就行，我来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。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，杀人容易处理难，就让我来处理这些痕迹吧。冷风肃然起敬，若是处理尸体出了差错，处理完的人定然会承担最大风险。萧凡兄不仅想出如此高雅的伟大计划，甚至还有自我牺牲的团队精神，跟着这般人物，自己的贵族之道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你大手一挥，以后大家分头狩猎，把人敲晕后交给我就好，后面的事情我负责处理，不必脏了大家的手。满谷和冷风齐齐点头，你内心暗笑，开始吧。文明标兵计划的第3步，直接开线。什么痛苦教徒、光辉教徒，我萧凡自古以来就是生命母神最虔诚的信徒，通通献给生命母神，既能完美处理尸体，又能捞到好处。今天又是双赢的一天，随即吟唱伟大的生命母神，邀您与我共进晚餐。已击杀2阶密教徒，贡献者萧凡50%，满谷25%，冷风25%。